大家好，我是阿狸，欢迎大家来到古今史话。今天我们继续聊明朝中后期这些皇帝的故事。上一期讲到武宗朱厚照爱玩却打过硬仗，这回咱们从嘉靖帝开始，把后面几位皇帝的起落好好捋一捋，看看大明王朝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末路的。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熠是明朝第11任皇帝，他生于1507年9月，1567年1月去世，在位时间从1521年到1566年。长达4-5年，他是明宪宗的孙子，明孝宗的侄子，明武宗的堂弟。登基后改年号嘉靖，后世叫他嘉靖帝。他的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里排第2，仅次于他孙子万历帝。嘉靖帝刚上台那几年干得还算漂亮，他头脑清醒，对官员要求严，对老百姓却比较宽松。他大力整顿朝廷规矩，减轻百姓税负，还积极对付沿海的倭寇，算是重振了国政，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。那时候国家局面明显好转，为后来的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打下了基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嘉靖帝后来彻底迷上了道教，整天躲在西院炼丹修仙，好多年不上朝。朝廷大事基本落到了严嵩父子手里，他派人四处搜罗灵芝，吞服各种道士炼的丹药。为了长生不老，他还多次从民间选几百名少女进宫，让他们清晨采集甘露，结果不少宫女累得病倒。他性格多疑又暴躁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杖责宫人，活活打死的就有200多人。嘉靖21年，也就是1542年，宫里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儿，宫女们实在忍无可忍，在王宁嫔指使下，杨金英等10几个人趁嘉靖睡着，用黄绫不勒他脖子，还用柴簪猛刺儿。幸好一个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，才把事情压下来。最后所有涉事宫女都被凌迟处死，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斩首。这就是著名的人因宫变。嘉靖帝的死因也有争议，有人说他长期吃丹药慢性中毒死的，也有人说只是普通病故。无论如何，他虽然20多年避居西院不理朝政，却始终牢牢把控着明朝的政治、财政、军事和民生大权。客观来看，他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特别的皇帝之一，一面修仙，一面又紧握权柄。明穆宗隆庆帝明穆宗名叫朱载豪的，又叫朱载豪，又叫朱载弑，明朝第12任皇帝。他生于1537年，1572年去世，在位只有短短6年。他是嘉靖帝的第3个儿子，因为嘉靖儿子多照顾不过来，加上他母亲杜康妃失宠，又不是长子，所以从小没得到多少父爱。朱载垵16岁就离开父母，在裕王府独立生活了13年。这段经历让他比一般皇室子弟更了解民间疾苦，也看清了严嵩专权、官员腐败、南倭北虏这些内忧外患。本来他可以安心当个闲散亲王，可命运转折来得突然，他的2位长兄先后早逝，他意外成了储君，最终登基做了皇帝。登基后，他凭借对民间和朝局的了解，本该大有作为。可惜隆庆帝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，他对女人需求量极大，多次从民间挑选300多名秀女进宫。这些女子不是干杂活，而是随时陪他寻欢。凡是得宠的很快就封妃，最后2年他还册封了13位较高等级的妃子，第1级的选侍更多。他吃春药纵欲过度，身体很快就垮了。大臣来汇报工作时，经常看见他搂着美女，爱理不理，连宫里的茶杯和摆设上都画着不堪入目的图案。隆庆6年，也就是1572年，宫里传出他病危的消息，休养2个月后，他勉强上朝，却突然头晕，支撑不住回宫。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急忙召来高拱、张居正和高仪3人托付后事，让太子继位。不久后，他就病逝于乾清宫，年仅36岁。就这样，隆庆帝被女色彻底掏空了身子，匆匆结束6年帝王生涯，把江山留给了年仅9岁的儿子朱翊钧。他死后谥号庄皇帝，庙号穆宗，葬在昌平昭陵。明神宗万历帝，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13任皇帝。他生于1563年，1620年去世，在位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他是隆庆帝第3个儿子。母亲李贵妃原本只是裕王府的宫女，因为前面2个哥哥早夭，她才被立为太子。隆庆6年，也就是1572年，10岁的他登基，改元万历。他接手的时候，国家是个大烂摊子，国库空空如也，连官员工资都发不出。一个小皇帝带着一群没工资的大臣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不过朱翊钧小年纪却很懂事儿，他把改革重任全权交给老师张居正。从1573年到1582年，张居正进行了10年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政治和经济面貌焕然一新，扭转了之前多年的衰败趋势，改革让国家重新强盛起来。朱翊钧也长大成人，这时他心里起了变化，他觉得张居正功劳太大，权力过重，有点功高盖主，他暗自打算找机会动手，可还没等他行动，
张居正就病死了，皇帝却不肯罢休，派人抄了张家，导致张府老小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凄惨无比。有人说这是为了立威，也有人说是在发泄多年被压制的怨气，到底如何已经说不清了。摆脱束缚后，朱翊钧确实干过几件大事儿，最有名的是万历三大征，平定宁夏廷拜叛乱，元朝抗日饥窝，平定杨应龙叛乱，3次大战都取得胜利，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不管事儿的昏君。可从登基第14年开始，他的勤政劲头突然没了，他越来越不愿意上朝，整天沉迷酒色，大臣们急了，纷纷劝谏，谁知他一生气，干脆彻底罢工。此后30年基本不上朝，所有事情都靠书信处理。这30年不上朝，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1620年长期酒色掏空身体，加上国力衰退，万历帝终于病倒。7月21日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在位48年，前10年奋发图强，中间10年由勤变懒，后30年彻底不管事儿。是个聪明却缺乏长远谋划的皇帝，常被后人视为加速明朝衰落的君主。明光宗太上帝明光宗朱常洛是明朝第14任皇帝，他生于1582年，1620年去世，在位时间创下明朝最短记录，只有29天。他是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王氏的儿子，在明朝皇帝里他算是最不幸的一个。万历帝因为不喜欢他这个宫女所生的长子，一直对他冷淡。可朱常洛毕竟是长子，太子之位还是保住了，他18岁才正式册立太子。在这个位置上苦等了20年，期间多次遭遇后宫暗杀，好在都化险为夷。1620年38岁的他终于登基，改元太昌。他一上台就展现出才华，大力推行改革，废除矿税，纠正冤案，重整朝纲，犒赏边关将士。这些措施直指百姓关心的问题，诏书一出，朝野一片欢腾，大家都觉得终于盼来了一位想干事的皇帝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刚准备大干一场，突然就病倒了。太监献上治病药，他吃完1昼夜拉了30-40次，身体更虚弱了。接着又有人献上2颗红色仙丹，他病急乱投医，一口气吃了2颗，结果第2天就再也没醒过来。这就是历史上疑云重重的红丸案。他从登基到去世仅仅29天，38岁正当壮年，却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帝王生活就走了。他的死因至今是谜，有人说他贪恋女色，身体被掏空，也有人说是郑贵妃设计陷害，红丸有毒。这些谜团随着他的离世永远成了历史迷雾。明熹宗天启帝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朝第15任皇帝，他生于1605年，1627年去世，在位7年。他是明光宗朱常洛和孝和皇太后王氏的儿子。朱由校性格怪异，喜欢玩乐，不爱管朝政。他一生重用宦官，导致乳母克氏和魏忠贤专权，把国家祸害得够呛。在位期间，国内矛盾激化，辽东边境危机也越来越严重。他刚即位时，东林党势力较大，杨涟、左光斗、赵南星、高攀龙等人得到重用，还迅速提拔了孙承宗、袁可立、袁崇焕等人才。那时候局面一度有起色，可惜朱由校文化程度很低。万历帝当年不管皇太孙读书，加上他父亲短命，所以他读书少，发布命令时只能听别人念稿，自己不懂装懂，经常把诏书改得文理不通。朝野看了哭笑不得，时间一长，他就把所有国事权推给了大太监魏忠贤。魏忠贤本来是个市井无赖，大字不识，却很会钻营。他得到朱由校这个甩手掌柜的信任后，疯狂排除异己，扩大势力。那时候朱由校正迷上木匠活，他心灵手巧做出的漆器、床梳子、匣子等都精巧无比，五彩装饰让人惊叹。有人说，正是因为他明代家具才有了新高度，他看过的木器、亭台楼榭都能亲手复制出来。刀具斧凿这些活他干得废寝忘食。房子造好后，他高兴的手舞足蹈，看够了又拆掉重造，乐此不疲。可国事方面他完全不管。魏忠贤来奏事时，他常常烦躁地说：“朕知道了，你自己照规矩办就行。”魏忠贤得了尚方宝剑，滥用刑罚，制造了空前严重的宦官专政。早期支持他的东林党人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忠等东林六君子先后被整死，整个国家民不聊生，政治黑暗到极点。1625年5月，朱由校游玩时不慎落水，吓出了病。1627年5月旧疾复发，死在乾清宫，年仅23岁。因为他没有儿子，皇位由弟弟朱由检继承。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说，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灾难时期，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，天启帝名声最差。明思宗崇祯帝信王朱由检登基后，年号崇祯，他是明朝第16任也是最后一位皇帝，生于1611年，1644年去世，在位17年。他是明光宗的第5个儿子，崇祯帝是继明太祖，成祖之后最勤政的皇帝，生活简朴，不好女色。如果生在太平时代，
他很可能是个合格的守城之君，可惜他接手时大明已经积重难返，同时面临党争、天灾、内忧、外患四大难题，让他回天乏术。他登基第一天就定下计划，攘外必先安内。他雷厉风行，扳倒魏忠贤，发布弹劾10大罪状，派锦衣卫抓人。魏忠贤自知难逃，上吊自杀。他的党羽也一并覆灭，官场格局为之一新。可第2年，北方就持续大旱，赤地千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死无数。崇祯下令裁撤各地驿站，节省开支。结果，一个叫李自成的异族因此失业，加入了农民起义军。他当时恐怕没想到，这个决定竟在无意中改变了历史走向。1630年到1633年，陕西连续水灾、旱灾、蝗灾，颗粒无收，百姓吃完树皮草根，最后连观音土都吃，胀死无数。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西达到高潮，高迎祥被推为闯王，李自成、张献忠都是他的得力部将。高迎祥后来被俘，在北京被崇祯凌迟处死。李自成继承闯王，部队发展到100万之众，张献忠也独自拉起几万人马，朝廷多次派兵镇压，却越打越多，成星火燎原之势。这边农民军压不下去，东北后金首领皇太极却趁机崛起，不断攻城略地。崇祯对李自成还不太当回事儿，可对皇太极这个文韬武略的对手却高度重视。他很快启用袁崇焕，把辽东事务全权交给他。袁崇焕保证5年内驱逐鞑虏。果然上任后就挡住了皇太极的攻势，还开始反击，形势一度大好。皇太极很聪明，知道硬打，打不过袁崇焕这个硬茬子，就使出鸡贼的反间计，四处散布袁崇焕要造反的谣言。崇祯性格多疑又寡恩，这些年换了11个刑部尚书、14个兵部尚书，杀了7个总督、11个巡抚，还逼死一个巡抚。疑心一起，他立刻下令把袁崇焕抓起来，在大街上凌迟处死，甚至让百姓分食其肉。袁崇焕家人也被流放3000里，家产超没。明末乱世就这样一波接一波的打击，把崇祯彻底击垮了。执政17年后，1644年，也就是崇祯17年，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，京城火光冲天，大明276年的江山就此终结。崇祯登上煤山，俯瞰曾经属于自己的帝国，文臣武将的努力如今都成空。他临死前杀了妻女，自己在一棵歪脖树上上吊自尽，死前留下遗书，大意是我当了17年皇帝，虽然德行浅薄，惹怒上天，但都是臣子们误了我，导致贼寇逼近京城。我死后无颜见祖宗于地下，摘掉皇冠，用头发盖脸，任凭贼寇分裂我的尸体，但请不要伤害百姓一人。有人劝他逃跑东山再起，他却没有这么做。也许在他看来，这就是君王死社稷最彻底的诠释吧。好了，这一集从嘉靖帝到崇祯帝的大明中后期，皇帝故事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